一个薯条，一个鸡腿，一个汉堡，一个可芬达。我刚看19，我以为是19万越南盾，结果是19美金。天哪，你好歹这个国际机场吧，这个天花板也不扫一下是怎样？他这个你以为是越南盾，不是？80块美金。现在来吃待在胡志明最后一天的早餐，已经吃了好几天的河粉，今天来吃个不一样的。点了一杯咖啡，咖啡喝好几天，然后再还有一个法国面包。他们这边的咖啡呢是不加水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要慢慢的喝，等这整个冰块融化。那其实喝起来，如果不加糖的话，其实蛮苦的。没错，这个咖啡的确是有一点点的苦。这家店的装潢是有点美式风格的。那法国面包配一杯咖啡，大概是10万越南盾左右，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20块，人民币的话大概20几、26、25左右，算是还可以的价格啦。但是比对这边人的薪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偏贵。好啦，我的法国面包送上来啦。那跟我在台湾吃的有点不一样，它的里面加的蔬菜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好像辣椒蛮多的，面包也蛮脆的。那大家来吃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我刚要吃的时候发现盘子上有一些蚂蚁哦，我捏了蚂蚁我才开始动嘴。那如果你想要补充蛋白质的话，就当我没说咯。10分可以给个7.58分吧。吃完早餐，法国面包跟咖啡，肚子好痛。在越南每吃一餐，肚子都想拉屎，都想大便。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冰块的关系还是怎么样。每次吃完肚子都好痛。很多人来胡志明市呢，会选择打车用 Grab 叫摩托车带自己去各个景点。但是我觉得胡志明市整个逛起来并没有很费力，所以我全程都是用自己走路的。除了一开始小姐姐带路以外，我剩下都没有叫过任何一次摩托车。那其实很多城市其实我都是用走的，像韩国啊、日本或者一些东南亚城市，甚至我自己在台北的时候，我都是全程用走的来去逛这些景点。但是有些大城市可能就没有办法，像我之前去内蒙古或者是北京、上海，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，以为也是跟台北一样的距离，从上一站走到下一站，我足足走了整个半个小时，走到腿都快要断了。那一次真是有点震撼到我了。然后带大家去看最知名的日本街，晚上的话就自己去看，因为晚上很精彩。那我就不带大家看晚上，我就不去，我就来白天看一看，看个景点而已。你要饭店住这里也可以啊，这旁边就有一个 hotel， 就是在这边玩一直玩。但是我觉得这里太乱了，要是我不会选住在这里。那这边有一个日本串烧，但其实我在越南没看到什么日本人不多，欧美人很多。好啦，这就是日本街附近，不要现在看早上人空荡荡的，到晚上可是人满为患的。那到前面有一个像日本神圣的鸟居，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像日本飞田新地或者是大久保公园，有一排一排的越南女性在那边做服务的动作。有些人可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，但是大家赚的都是辛苦钱，我觉得大家不要抱持着有色的眼镜。那为什么这边叫日本街呢？是因为30年前大量的日本人来这边设厂工作，渐渐形成了一个聚落，带来了饮食以及服务消费习惯的文化。那虽然现在日本人已经渐渐的没有了或离开了，但是这样子的文化还保留了下来，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日本街。但大家来胡志明机场，千万不要吃东西。我刚点了一个汉堡王，一个薯条，一个鸡腿，一个汉堡，一个可芬达。我刚看19，我以为是
19万越南盾，结果是19美金，天哪！台币要600多块，这一餐要600，天哪，疯了，真的。美金计价，一个汉堡王要20美金，600多块台币，人民币，我想想算看，也快200块人民币。那这个，你以为是越南盾，不是？80块美金，80块美金，哇塞，太扯了！那个汉堡王要600多块，疯了！汉堡王一个套餐要20美金，很扯。你好歹这个国际机场吧，这个天花板也不扫一下是这样，上面黑黑的全是灰尘，然后管线也都外露，是怎样？然后垃圾也不清，堆的到处都是，这是怎样？线都外露了。好啦，我这5天的胡志明市之旅就到这里圆满的结束了。我还是很推荐大家来胡志明市走走看看的，因为这5天我待的都非常的开心。当然，旅途不乏一些小插曲，但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无伤大雅，毕竟这都是旅途中的一部分。很多人会认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很危险，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去走看看，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。世界这么大，你如果一直待在家里，不觉得很可惜吗？那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